什么官司啊，打官司啊？啊，我养你这么大容易吗？你说你参加一个婚礼，你摊上这么大个事儿，你要是不报警，能像现在这样吗？你明知道那个人和你表姐夫他是朋友，他们两家那是要有合作的。阿姨，来，别激动，来。我来了。别激动，您坐下说。要不，你就听你舅舅的话，要些赔偿就算了吧。阿姨，不好意思，我打断一下啊，等张姨好一点，咱们再说这些事儿。您说呢？不等了，正好今天律师也来了。康律师，你去跟那家人说，这官司我们不打了，我们要赔偿，不追究了。从流程上来讲，被害人决定不了这个案子是否结束。如果说对方有诋毁张姨名誉的行为，我们也可以起诉他们，侵害名誉权。我们还要再起诉？那不是又多了一个案子吗？这是我们的权利啊！你是嫌这事儿不够大？你没看到那网上往孩子身上泼了多少脏水呀？又是车模，又是内衣，又是裸露的。孩子以后那是要找对象的，到时候人家一了解，那人家会嫌弃他的。嫌弃什么？有不赦的罪犯。那不是你的错，也不是你的问题。关于网上的那些爆料，其实我并没有污名化他呀，因为这些事情都是他以前确切做过的，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把这些事实公之于众而已，对吗？你要知道，网上的任何言论都会被无限放大，您就没想过您这么做会对张姨造成多大的伤害吗？现在我躺在这儿，这就是我的报应。要是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就什么事都没有，你俩这就该撞死了，一了百了。石丽不是也同样遭受了伤害？你怎么能够让我相信我的儿子是一个强迫女性的性侵犯呢？您凭什么笃定您儿子就一定是无罪的？我能明白你的感受啊，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。那我只能继续忍受这一切。成年人的世界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的。任总，您真的了解您儿子吗？唐律，我的前半生一直在努力工作，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。坦率地说，如果你没有做过妈妈，你恐怕很难体会。你知道吗？在他特别小的时候，他如果哭的话，我会觉得挺吵的。甚至生病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这么麻烦。他从小心里就非常的清楚，他做所有的事情都竭尽全力，其目的就是想证明他自己，要让我认可他。你知道，在这件事情发酵的过程中，为了保全艾娜的品牌形象，我也曾经想过要公开的断绝我们的母子关系。但是我现在相信他，因为我不相信我的儿子会做如此愚蠢的事儿。我跟您说一个我知道的案子吧。国外名牌大学的博士，顶级的学霸，却在学校里奸杀了3名女同学，动机仅仅是为了寻找刺激。当然，我说的不是史力，我想说的是，我们不能通过一个人的过往来判断他现在的行为。张仪是做过车模，但不能证明他就是一个不检点的人。史力以前再优秀，也不能证明他在这个案子里就一定是无罪的。你是不是想跟我说，无罪辩护没有希望？我只能说，在找到新的证据之前，我没办法给您任何承诺。唐月，我始终是相信你的。姑妈怎么样？还好吧？他没事儿，就是大喜的日子出这么个事儿，难免会有些亲戚来表示关心，你懂姐。你呢？怎么样？我也还好，就我老婆他们家有点鸡飞狗跳的。雅雅不是做直播吗？损失比较大，他爸妈那边很看重钱。这儿。今天的会见呢，已经跟公安机关报备过了，所以进了这个房间，我就是嫌疑人的辩护律师，你是证人，明白吧？史力说他跟张仪之前就认识，是你介绍的吗？是啊。你是以男女朋友交往为由介绍他们认识的吗？我老婆一直说帮她这表妹留意一下有没有合适的对象。我跟史力大学的时候就认识。他出国前一直是个学霸，学校里那迷妹一抓一大把。再一个，他这长相，还有这背景，大家也都清楚。我确实给张仪说过，让他考虑一下史力。那以你对史力的了解，你觉得他是怎么看张仪的？张仪是史力喜欢的类型，但我不相信史力会干出这种事儿啊！从他上大学一直到出国留学，一直有女孩倒追他，他更在乎学业。还有成为艾娜的接班人，自己也挺自律的，看重事业，没花什么心思在女孩身上。要我说，这事儿就是喝多了，一时失控。张仪做过车模的事儿，是你老婆说出去的吧？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她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，因为直播间突然就出现了很多负面的评论。说这新娘故意去找伴娘陪客，这话说多难听，直播间销量直线下滑。她也是一时心急，想出了这么个方式，来挽回自己的声誉。她就只考虑自己的声誉，不管别人死活。我也劝过她，可是她太看重自己的工作了，她甚至还觉得是张仪主动去找的史力，因为被史力拒绝了，倒打一耙，现在报复史力。你能给我一份婚礼当天在场客人的名单和座位表吗？干什么？我们需要更多在场客人的证词。这不太方便吗？这事我们本来就够丢人的了，没必要再骚扰人家吧？为了避免你们家之后的麻烦，我认为有这个必要。
说。根据警方对张怡和在场人员的笔录，案发房间本来是给伴郎伴娘化妆和换衣服的地方。晚上8点36分，张怡从外面洗手间回来，因为酒醉，史力将她搀扶进房间。其他伴郎伴娘在8点57分左右来到套间的外间，就听见里面传出张怡的呼救声。那监控记录有吗？有的，监控显示他们在房间外面停留了1分钟左右，应该是说了几句话，但是监控听不到声音。这间就是伴郎伴娘们化妆的地方。前面那间是案发现场。我以为我再见到你会是在法庭上。我来了解一下现场，介绍一下，知名律师康律，也是张怡的代理律师。康律你好，我是唐律的助理林小云。你好，刚好二位作为女性站在案发现场，会不会对被害人的遭遇有那么一些共情？作为律师坐在这儿的康律，会不会也在思考那天发生的一切真相到底是什么呢？去给你拿瓶水。张怡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刚刚失控了，对不起。当时门口还站着一对伴郎伴娘，他们亲耳听到了这个房间里面的声音，也看见了张怡从这个门口跑出去。但是张怡和史力进到这个房间的时候，张怡并没有反对。那是因为张怡喝醉了，你让她怎么表示反对呢？醉到什么程度？会省人事吗？你什么意思呢？一个成年女性，如果她完全不配合的情况下，即便是一个成年男性，也很难把她硬拖进来吧？除了张怡的呼救，当时外面的人还听到别的什么了？没有，张怡自己也说当时喝多了，记不清史力跟他说了什么。史力那天供词也一样，他说只是看张怡喝醉了，把她扶进了房间。你等一下，唐律，你来这儿到底想证明什么呢？你不觉得奇怪吗，康律？从张怡和史力进到房间，再到张怡呼救，中间隔了20分钟。如果真的是史力想要强迫和张怡发生关系，张怡也真的想要反抗，那他随时都可以，为什么会等那么久？是因为张怡当时处于醉酒状态，她就算要反抗的话，一个女性的力量是无法对抗一个男性的，更何况那是一个失去理智的男性。我说清楚了吗？唐律，你真的了解女人吗？普遍世俗认为，女性的力量是难以和男性抗衡的。但是数据表明，也有部分的女性，当她们拼尽全力反抗的时候，也是可以对抗部分男性的。你的数据不代表所有人，所以我说的是部分。你凭什么代表这部分呢？
来，咱们俩试试。什么？你也是男性，比我高，比我壮，你试着想要侵犯我，看看我能不能反抗。来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跟你的思路不太一样，也无法跟你达成共识。康烈，看来你真的不了解女人。师傅，手机。唐律，你说我不了解女人，那你呢？你明知道张仪是被害人，你却想尽办法替施暴者脱罪。你要把张仪逼死才肯罢休，对吗？康律，你要真觉得我有问题呢，就去投诉我；你要是真的可怜张仪，你就尽全力帮她。我们各自捍卫自己的立场，我不需要你充当前辈来教育我。这么共情当事人，我真怀疑你这么多年是怎么做律师。张仪出车祸了，因为被网暴，被停职，那情绪已经处在了崩溃的边缘。到底是意外还是轻生，谁也不知道。不知道你还有什么手段，但是不重要。我只想提醒你，如果张仪因为这个案子再受到任何的伤害，你多愧疚吗？你要真觉得我有问题呢，就去投诉我；你要是真的可怜张仪，你就尽全力帮她。但我觉得以唐律的个性，应该不会为了这些数字吧？唐律师高估我了。既然出来放松，就不要再想那些烦心焦虑的事了。难道我应该假装这一切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这种事又不是第一次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作为律师，我们应该要有心理准备。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做？你应该坚定你内心的选择，听从你内心的声音，闭上眼睛，不为外相所扰，不为权贵所惑，不徇私情，不信假象，不让外界干扰你的所思与所想，这样才能更公正地去评定正义。你是说，这个案子我过于主观了吗？你要用你的心去重新看这个案子，不是用眼睛。你想想，你漏掉最重要的一环是什么？张仪，我可是嫌疑人的律师。你不是说过，没有什么比打赢官司更重要？关键不是身份，而是达到目的。你现在应该清楚要如何做了吧？找一个酒吧喝一杯吧，我觉得可以。哎，老公，嗨，齐先生追得可真紧呐，我们俩这独处的时间都让你分走一大半了。看来我今晚不行了，齐先生一早已经约了我今晚吃晚饭了。送你小礼物，还有礼物啊？退在香港店的。
好吧，那看在礼物的份上，我就不打扰你们2个约会了。拜拜。齐太太，哎，你先生为了等你饿了一整天了。这么可怜啊？对呀，女儿们都在爷爷奶奶那边，今天晚上就只有我们俩。Thank you。送你一个小礼物，不是什么名牌，自己手工做的，老婆不要嫌弃。好好看啊！说过嘛，小时候最喜欢摸着你外婆旗袍上面那个蝴蝶刺绣睡觉的。我特意放了照片，就按照你外婆旗袍上面的图案，亲手做的，工艺复杂，还绣了几个月。哎呀，疼不疼啊？是，我觉得心意是最可贵的。谢谢。老婆，你很久没有休假了，我们找个地方再读个亲密语好吗？我跟妈商量过了，我们2个女儿放在她那儿，只要我们俩。好啊，但是我不想再有第3个小孩了。就是随缘吧，小孩子都是上天的礼物，不是吗？我很确定，我只要2个女儿就足够了。你也知道，老人家总希望有一个男孩。我记得我们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我明白，你上2女的时候受了很大的苦，这段时间你也牺牲很多。我不会让生孩子影响你工作啊，我会把你照顾好。老婆，我们再试一次好吗？你爱吃的，专门去排队买的。师傅，您这刚从北京回来就火急火燎的找我吃饭，不会是因为我刚接手的那个案子吧？佩丽让你接的吧？这个案子呢，我比其他人都更了解它的具体情况，更何况任总开的价格不低。我了解你一贯的做事方式，但是目前这个案子，舆论的关注度很高，一旦处理不当，就会把你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。我现在年纪大了，可经不起风浪了。师傅，您从前可没这么怕事儿，我明白您在担心什么，但这一次呢，我不会听从您的建议的。我知道我在干什么，我也知道我即将面对的是什么。从我入行的时候，您就教我，律师就要尽到律师的职责，法律会给出公正的判决。更何况我现在已经是这个案子其中的一部分了，我没办法抽身而出，事不关己。好吧，但要记住，谨言慎行。明白，我不是一直都这样吗？是吧？哪家医院？鱼儿什么情况？您别激动啊，轻微的脑震荡，人没事儿，已经出院了。您坐下说，别激动，您坐下说。啊，来坐。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一点消息都不知道，还得你这个律师告诉我。其实作为他的法律顾问啊，我不是很了解张宇，但我觉得现在他这样的情况，这种状态，需要帮助。那您作为他的父亲，是不是能为他做一些什么？这是我来的目的。对，我应该做点什么？我做点什么？我得想办法。我想什么办法？好的。
诉讼、工作、舆论，还有亲戚，打官司，跟他们打到底。工作可以等官司打完了之后，回去跟学校解释清楚。啊，对，还有舆论压力。我早就跟他们说过，离亲戚远一点，他们都是趋炎附势、见利忘义的人，不怪他们。跟他们斗争到底。好。我如果要是你的话，就不会选择这个时候来见被害人。我见被害人，一是经得法院允许，二已经征得了被害人的同意，合规合法。你有意见啊？你是锲而不舍呢，还是千方百计呢？请注意你的言辞，这叫敬业。你也很敬业啊。其实，在妥善处理纠纷这件事情上，你我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分歧。领教。他车祸严重吗？你是因为引导舆论污名化攻击产生了负罪感吗？我再次警告你，注意你的言辞。诽谤违法。伤势不严重，但是造成的精神方面的问题非常严重。我也联系了他的父亲，也希望能早日帮他走出困境。他那个教授父亲，自从和他前妻离婚之后，很少见他女儿。功课做得很足啊，敬业。小姨怎么这样？太不懂事儿。这是要怨我们吗？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他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就特意来看看他。你看，什么态度啊？孩子，这心里也不舒服，你们就别逼他了。哎，你说这话啥意思？我怎么逼他了？你说就为了你们家那点破事儿，我闺女女婿从结婚到现在一天安生日子都没过过。你看你们现在是跑到这儿来躲清静了，你们就不替别人去想想了吗？他之前上赶着去找那个史令，现在不敢答应了。舅舅舅妈，我是受害者，你们是我家人，可你们指责我啊！出去。小姨，我们都是为了你好。我们就是为了你好，小姨。来啦！康律，你来啦！您好，您好。快进，快进。哎，来。小姨，康律来了。我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史力的辩护律师，唐莹莹律师。张姨，你同意见面的？是史力家请的律师？对。你好，我是小姨的舅舅。上次婚礼上我见过史力一次，他让我们小姨伤害那么大，必须过来道个歉。道歉是应该的，还应该有一定数额的赔偿。赔偿？赔偿？那你们打算出多少钱？唐律师，来我房间说吧。行，谢谢。不客气。我知道你不愿意见到我，毕竟在这个案子里，我是为对方服务的。但是作为律师，我和康律都希望这个案子能得到妥善的解决。你是被害人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，你也应该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。当然，我今天来的目的呢，也不只是来谈赔偿条件的，我也代表我方对你表达一个歉意和诚意。只要你开出的条件，我们都可以商量。取得被害人的谅解，不代表史力可以逍遥法外，他依然要承担刑事责任。如何量刑，法律会给予公正的判决。唐律提出来的和解方案是否接受，也是你的权利。
网上不是说我是为了钱吗？我不要，我也不接受和解。我要让他进监狱，刑期越久越好。张怡，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那天婚礼，在酒店我们遇见过。你那天的伴娘礼服，让人过目难忘。可以啊，真好看。唐律，请不要用误导性的言语影响我的当事人，好吗？不好意思，这不叫舞蹈。你们见没见过有什么区别吗？很重要吗？你想证明什么？张怡，我知道你承受了很多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你还选择用法律来维护你的权益，我觉得你非常的有勇气。真的，作为女性，我也很欣赏和支持你这样的勇气。但是作为嫌疑人的律师，我也要维护他的权益。康律说的没错，触犯法律的人必须要受到法律的制裁，但是这个判决必须要建立在真相和事实的基础上。我们到底在哪里见过？酒店的洗手间。去那天我也在。快去吧，那我们去找雅雅了。唐律，我觉得今天我知道，张怡，我知道这件事情你承受了巨大的压力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再勇敢一点，告诉我们那天晚上在那个房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觉得今天的谈话就到这儿吧。我的当事人需要时间来思考一下你的提议，然后再做决定，好吗？来，我没有让他现在做决定，我只是让他说出真话。我再警告你一次，你不要忘记你是一个律师，你反复在这强调真话，真话，什么是真话？是真相吗？还是你想要的答案？放下来，有话好说，大家亲近一场。你也是大学教授，这又何必呢？你闭嘴！就你们，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怡儿好，你们多少道理，多少委屈，就你们的道理和委屈，那都是一把把扎在张怡身上的刀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是再欺负张怡，我就拿这个跟你们拼命！不要，放下！别胡来，都是自己家人。女儿，那个什么，你回屋，在屋里头不管听到什么，都别出来啊！卡律师，快报警！老张疯了，他要拿硫酸泼我们俩。硫酸，硫酸算什么呀？啊，中学化学还记得吗？浓盐酸和浓硝酸按比例混合，这个就是王水。冤有头债有主。别说话啊！一会儿你别说话。小姨的是那个富二代史力，啊，对，他是那富二代的律师，要不泼他跟我们没有关系。等一下，张教授，你就是那个混蛋的律师。哎，张教授，冷静，听我说，携带危险化学品威胁他人，这是重罪，你要承担很严重的刑事责任，明白吗？你少跟我来这一套！我没问你，我在问啥呢？对，我就是史力的代理律师，我今天来就是解决问题的，有什么话咱们坐下来好好谈。我不跟你谈，谈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就是要打官司，我要让那个混蛋接受法律的制裁。如果法律不能，我就让他尸骨无存。不是您爱杀谁杀谁，这是您的个人行为，跟我们没关系。不过你想过没有？少说两句。如果你的女儿真的存在刻意隐瞒和欺骗的行为，你知道她将……你说什么你？
把衣服脱了，把衣服。别碰我！不是你把衣服先。别碰我！不是水在哪？水在哪？水洗手间有水。干嘛呢？你知道你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吗？啊，你清楚吗？你不用打电话叫救护车，那不是王水，就是矿泉水。别老张你！哎。今天这个事情是一个意外，抱歉啊，我替他们跟你说声对不起。所以这次能不能不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了？用不着。没事，你披着吧。来，用不着。我知道这件事情你受了很大的委屈，但老张他当时也是一时情急。干嘛？你破相了。别动。不用客气。其实我这个也是为了保护你，所以按道理你也应该跟我说一声谢谢。扯平了。扯平了。好。那是不是说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？喂，你好，我要报警。你看着他啊。张孟德供述的情况呢，和你们二位所说的一样。他说是因为听说了女儿的遭遇，有些气不过，只想吓唬那两个亲戚，并没有伤害两位的意思。张孟德呢，也表明了悔过的态度，希望能得到唐女士的谅解，他愿意承担一些责任。我接受他的悔过和道歉，我也不打算追究他的责任。麻烦你了。辛苦您了。你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追究他的责任，那你为什么要报警啊？报警是我作为被恐吓受害者的权利，原谅是我个人大度的行为，冲突吗？原来你是这么有原则的律师啊 ？No， 我这个人不仅有原则，还很专业。唐律，干嘛？我想问你一个私事儿啊。如果有人冒犯了你，你是那种……我是那种睚眦必报的人。人若犯我，我必以牙还牙，斩草除根，斩草除根。阿说，师傅，我找到了一条关于张怡案的关键证据。按照曹胜给的名单，我找到了婚礼现场一些视频，里面确实有师傅你想要的东西，但我觉得还不够。直到今天下午，我找到了这个。据说啊，这家婚庆公司呢是新人们的首选之一。来，我们来张自拍。石丽，我是不是你女朋友？我是不是你女朋友？你是怎么找到这个视频的？我问完名单上的人，想说还没有其他可能，毕竟那个酒店那么大，当天除了婚礼，肯定还有很多人去过，说不定能找到其他人拍的视频呢。这段时间辛苦了，干得漂亮。我不像师傅那么厉害，这个案子我一直帮不上什么忙。比起师傅，我也就是多花了一些时间。笨人有笨人的办法。什么聪明办法、笨办法的，只要能起到作用，都是好办法。再放一遍。啊。
据说啊，这家婚庆公司呢是新人们的首选之一。是的。来，我们来张自拍。我是不是你女朋友？我是不是你女朋友？站在人海的中央，无从抓住的过往，记忆在循环，心却空旷。寂静着，从夜晚数到天亮，走入人海里流浪，心在潮汐里安放。记忆的海洋倒映出希望，深泪也救不回，无法抵抗。听天空的独白，它是云上的尘埃，雨在冲刷我给的信赖，伤害不该逍遥法外。听天空的独白，别让心燃尘埃，拧干了你潮湿的存在，原谅带着伤害，在天空之外。我在人海里跌倒，为这场关系松了绑。记忆的海港不再喧嚷，黑夜等待破晓，拥抱日光。听天空的独白，它是云上的尘埃，雨在冲刷我给的信赖，伤害不该逍遥法外。听天空的独白，别让心燃尘埃，拧干了你潮湿的存在，原谅大雨。